车神大赛已经进入了激动人心的时刻。目前和三冠王林一雪争夺冠军的是本届最大的黑马，也是今年的夺冠热门之一——季璇。而林一雪则是已经蝉联了3届冠军，联盟史上唯一的3冠王。究竟是3冠王斩获4冠王，还是季璇终结不败的神话，晋升新一代车神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诞生了！赛车史上最强黑马，让我们恭喜季璇终结神话，晋升新车神。是你动了我的赛车？对，为什么？我把大女儿都接生了。嘘，别给我提那个老不死的，明明都是他的女儿，就因为我是收养的，他就不让我参加比赛，凭什么？从今以后，你的一切就都是我的。哼！哎，对了，那个老东西在来现场的路上出了车祸，嘣，当场死亡。哎，你说说，这又是谁干的呢？那个畜生！林一雪，要怪就怪你的父母太愚蠢。哼，车神只是我季璇的起点。少爷，我们快走吧，把他带回去吧，给他一份工作。哥，明天就是达尔拜疆的选拔赛了，我一定会带领咱们俱乐部重返车神联盟，参加达尔拜疆大赛。倩倩小姐可是咱们俱乐部最强的女赛车手，明天的比赛一定可以给咱们俱乐部带来投资商。以小姐的天赋，说不定能超越当年的3冠王呢。可惜当年3冠王林一雪在败给车神之后就隐居，要是他还在，那该有多好。我听说那个3冠王是接受不了失败的打击，这才选择隐居，他连车都卖了。哎，可惜咱们少爷对那位素未谋面的3冠王那是一往情深呐！臭小子找打是不是？哎，少爷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自从那个新任车神季璇上位之后，那是碾压豪强。为了彰显他的盛名，车神大赛也改名为达尔拜疆大赛。我们鸿盛当年也是一家豪强俱乐部，可自从车神季璇签约崇光之后，实力突飞猛进，力压各大赛事。鸿盛已经很多年没有在比赛中拿到好成绩了，甚至被踢出了豪强战队，沦落到参加选拔赛的地步。很多投资商纷纷撤资，我们的资金链即将面临崩溃。若是今年的比赛再拿不到成绩，引来投资商，恐怕鸿盛就要破产了。不错，哎，倩倩，明天的比赛事关鸿盛的生死啊！你一定要带领鸿盛重回车神联盟，重返达尔拜疆大赛。放心吧，爸，这个是我新换的发动机，可是海外最顶级的。明天的比赛就交给我吧。哎，爸，
我先不说了，我跑2圈试试新的发动机。倩倩出马肯定没问题。何总，你听这声音。等一下，你的发动机有问题，最好再检查检查。林雪，你在瞎说啥？好好修你车去，啥也不懂。就是，你就是一个破修车工，你懂什么赛车？别搁这瞎说。哥，你从哪儿招的绣花枕头啊？开了得了。对呀，林雪，你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的修车工，对专用赛车不了解很正常。听声辨车，莫非这个年轻人懂赛车？土鳖，这可是我花了100万买的发动机，怎么可能会有问题？你真当自己是车神还是3冠王啊？哇，倩倩小姐的车技是越来越精湛了，这次选拔赛一定可以带领我们重新杀回联盟。就是，可不像有些人在这危言耸听，非说倩倩小姐的车有问题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居心。好了，这件事不要再提了。林雪，她也是为了倩倩的安全着想。以倩倩目前的实力，明天的比赛很有希望夺冠呢。你们最好现在就让他停下来。哎，林雪，我说你没完了是吧？倩倩小姐的车明明没有问题，你非说她有问题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，小姐那发动机采用的可是海外最新的技术，光是预定我们就排了2个月，也是我们俱乐部最顶级的赛车。你有问题，那车都不会有问题。别说是车了，再晚一点，连人都保不住。差不多得了你，我看你就是见不得我们俱乐部好。林雪，你可别忘了，要不是当年少爷看你可怜，让你留在俱乐部修车，你早就饿死在街头了。忘恩负义的东西，要不是看在少爷的面上，你早被开除了。传闻有人光靠听引擎的声音就能判断一辆赛车的车况，但那无疑都是闻名的顶级车手。难道这个年轻人另有身份？林雪的担心也不无道理。倩倩肩负着俱乐部的未来，还是让他停下来吧。哎，何总，你真信一个修车工的话呀？是啊，何总，他就是一个破修车工，根本不懂赛车。他在这里瞎说，肯定是想引起您的注意呀。爸，倩倩现在是关键时刻，贸然让她停下，恐怕会有所影响。哎呀，何总，您就放心吧，倩倩小姐的车是我们日夜保养，丝毫不敢懈怠，绝对不会有问题。何总，你不相信我们，难道相信一个修车工的话？就算这车真有问题，我俩怎么可能会不知道？对啊，这好吧。啊！坏了！担架！担架！救我！担架！快点！完了，明天就是选拔赛了，倩倩和这辆车是我们唯一的希望。现在车没了，倩倩也受伤了，我们何家完了！怎么会这样？真让那个修车工说中了，这怎么可能？哎呦！老何，怎么还翻车了？翻得好啊！怎么样，死了没？丁力，是你对倩倩的车动了手脚。哎，老何，你火气不要这么大，咱们是老相识了，你这么说太伤我心了。啊，这人是谁？丁力，崇光俱乐部的老板，为了收购我们俱乐部，一直在赛场上打压我们，把我们俱乐部逼上了绝路。看你们这样，也参加不了明天的选拔赛。哎，不如这样，看在咱们是老相识的份上，我吃个亏，我现在就把你们红盛收购了吧。你休想！红盛是我爸一生打拼下来的心血，绝不会轻易落入你的手里。丁总，瞧你说的，他们呀，明天还要参加选拔赛，重新回到车神联盟参加达尔拜交大赛呢。人家闺女车都翻了，
还参加达尔拜疆大赛？哎，不过你这个选拔赛，恐怕连线都出不了吧？可惜了，曾经的豪强车队竟然沦落到要参加选拔赛才能存活。都怪林雪，早知道倩倩小姐的车有问题，为什么不及时制止啊？早知道少爷当年就不该收留他，把他饿死在街头算了。你的发动机有问题，最好再检查检查。谁说我们没有车手了？明天的比赛我们一定会参加。爸，我们不是只有倩倩一个女车手吗？现在她受伤了，你准备让谁去参赛？就是他。何总他修车工。何勇，我看你老糊涂了，你派一个修车工去参加选拔赛。明天的比赛，我们不仅会参加，还会带领宏胜重返车神联盟。好，修车工是吧？明天的比赛可请你们一定要参加。丁总能不能发奖金，可全指望你们了。我不同意。爸，林雪只是一个低阶的修车工，她有什么资格代替我参加比赛？是啊，何总，您可千万不能糊涂啊！那林雪她就是个修车工，这辈子恐怕连赛车都没摸过呀。倩倩，你先冷静一点，爸也是为了宏胜着想。现在你受伤了，根本没法参加比赛。让一个修车工来代替我，我宁愿带伤参加。何勇，我劝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最好老老实实给我把收购合同签了吧。何总，不能签，不能签！你们最好想清楚，否则明天的比赛，丁总让你们连出线的机会都没有。以宏胜目前的状况，明天的选拔赛你们肯定出不了线，出不了线就坐等着破产。休想！只要我们还在，宏胜就绝不会落入你这种卑鄙小人手里。想让我放过宏胜也不是不可以，只要你跪下来给我磕3个响头，再从我胯下钻过去，我就放过你们一马。滚！何浩明，你竟然敢打丁总！有个性，我就爱看妄自尊大的臭小子被现实蹂躏。我等着你下跪求饶的那天。欺人太甚！爸，你真打算让李雪参加吗？达尔拜疆大赛是我们唯一的希望，但我们现在却连一个参赛的车手都没有。难道我们要眼睁睁看着宏胜破产吗？这可怎么办？我只是一个修车工，你们俱乐部的事情我没兴趣。你跟我来。虽然我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，但我知道你一定懂赛车。希望你能够代替倩倩参加明天的选拔赛。你找错人了，我只是个修车工。不，在场那么多人，只有你一个人听出那辆车有问题。你绝不是普通的修车工。我实在是没有办法。求求你，救救俱乐部吧！当年宏胜也是一支豪强俱乐部，可自从车神季璇加入崇光之后，就开始打压其他俱乐部。不少俱乐部因为不服从他们，结果不是破产就是被收购。这个俱乐部是我一生的心血，我不能眼睁睁看他破产呐！你是我唯一的希望了，求求你，救救俱乐部吧！需要我怎么做？明天的选拔赛分为7大赛区，只有每个赛区的第1名才有资格参加达尔拜疆大赛。宏胜想要度过这一难关，就必须拿到达尔拜疆大赛的前5名，这样才能拿到投资，度过难关。当年因为爸的死，我逃避了3年。季雪，你为了一己私利陷害，还害死爸，我一定会亲手
让你坠下神坛。求求你，救救俱乐部！我可以答应你，但不保证名次。谢谢。我宣布，由林雪代表倩倩参加明天的选拔赛。凭什么爸？你让一个修车工来代替我，这传出去我的面子往哪儿搁？我坚决不同意。我意已决，不要再说了。可是吧，就算林雪参加比赛，可参赛用的赛车已经损坏了，我们一时之间也找不到第二辆赛车。虽然车神无需参加选拔赛，但是崇光旗下俱乐部众多，明天的选拔赛，崇光肯定会百般刁难我们。没有一辆好的赛车，他绝对不会让我们出现。不用麻烦了，是他了。林雪，你抽什么风？这可是86，垃圾中的垃圾！你打算用这辆车参赛，这不存心想让我们输吗？要不你再换一辆？这辆车并非专业赛车，虽然被我们经过改装，但也只是实验品，和专业赛车差距可太大了。没事，选拔赛而已，够用的。哇，这场地！今天的比赛关乎到鸿胜的生死，务必要引起投资商的注意。大家都打起精神来啊！好，你们谁看到林雪了？这么重要的比赛还能迟到，他不会是跑了吧？什么？何总那么信任他，竟然跑了？我就知道，林雪不过就是一个低贱的修车工，怎么可能会赛车？肯定是怕事情败露，吓得不敢来了吧？我就说吧，不能让他参加比赛，他就是一个修车工，根本就不值得信任。比赛还没开始，再等等吧。爸，还在等什么呢？趁着比赛还没有开始，咱们赶紧换人上场比赛啊！可是林雪临阵脱逃，除了倩倩小姐，我们鸿胜哪还有女车手？难道我们鸿胜就要破产吗？何勇啊，这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修车工还没来呀？该不会是吓跑了吧？哦，对，也是，毕竟是一个修车工而已，没见过场面，就算是来参加比赛，那也是自己欺辱啊！林雪不像是那种人，或许只是路上耽误了。哥，你别替他解释了，那个废物自己临阵脱逃也就算了，还让我们这么丢人。亏何总还那么信任他，让他来参加这么重要的比赛，可他倒好，当起缩头乌龟来了，不完全辜负了何总的信任吗？是，傻小子，要不你还是跪下来给我磕头，兴许我一高兴就放你们一条生路了呢。休想！就算是死，也绝不会屈服于你这种卑鄙小人。林雪一定会来的。别做梦了，那个修车工是不会来的。林雪来了，我们还有希望。来了，何总，来了。来了又有什么用？你看他开那辆破车，还指望他在赛场上有什么表现吗？老何，你们穷到这个地步了，连86这样的破烂都开出来了。丁总，你也真是的，他们派了一个修车工，专门开了辆破车来取悦你，你还去嘲笑他们。早就让他换车了，他就是不换。看他那辆破车，把我们的脸都丢尽了，怎么跟人家顶级赛车比啊？不，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。虽然林雪的赛车比不上专业的赛车，但只要能够抓住机会，还是可以弯道超车的。哥，你真当他是三冠王啊？你看他开那辆破车，一开始就被别人甩到800里开外，还弯道超车，他不翻车就谢天谢地了。哎呦，少爷，要我说呀，您就是太惯着他了。你看你啊，对他那是恩重如山，可他呢，就这么败坏咱们俱乐部。何勇啊，你们要实在没有赛车，可以找我借，只要你啊不，你儿子给我磕3个响头。比赛并没有规定禁止86参赛，今天的比赛谁胜谁负还不一定呢。你不会真以为一个破车能赢我吧？
为了彻底粉碎你们的希望，我特意请来了车神的弟子陈杰出战。什么？你竟然请来了陈杰？陈杰，那不是车神弟子吗？他竟然也来参加选拔赛了。以陈杰的实力，根本就不需要参加选拔赛。你是在故意刁难我们？没错，我就是要看到你们绝望的样子。陈杰可是车神亲传，出道以来赢下大小赛事无数，未逢敌手，能赢他的恐怕只有那位三冠王了。三冠王也不过是我师父的手下败将，就算他出现在这儿，也不会是我的对手。有陈杰在，你们1分钱的投资都拉不到。这回我就要看看谁能救你们！你这是要对我们赶尽杀绝啊！优胜劣汰，强者生存罢了。哎呀，谁让我们崇光有车神坐镇？我看你们拿什么跟我斗！陈杰啊，你只管大干一场，千万不要留情。有时候这个赛场上出点意外是很正常的。放心吧，一个低贱的修车工还不配跟我在同一个赛场。哎呀，完了吧，这不是？想不到丁力竟然请来了车神弟子，我们输定了。爸，对方是车神弟子，林雪他有胜算吗？陈杰出道以来未尝一败，林雪恐怕是没有希望了。只希望他的表现能引起那些冠名商的注意。各位观众，激动人心的选拔赛即将开始，胜者将获得参加达尔拜江大赛的资格。究竟谁能从无数的参赛者脱颖而出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陈杰选手不愧是车神亲传呐，比赛刚开始就从众多赛车当中杀出，暂居第一。反观林雪选手，赛车似乎出现了问题啊！这种重要的比赛竟然开出了86，他真的是来比赛的吗？哎呀，何勇啊，你还真是个人才！你让修车工开这么个破车就参加比赛，不会比赛还没结束，这车先散架了吧？早让他换一辆车，他非不听。比赛才刚开始就落后这么多，这不输定了吗？明明就是一个修车工，非要瞎逞能，这下不仅要输掉比赛，还要让我们这么被羞辱。难道我真的看错人了？你们快看啊！林雪的车怎么停了？什么？林雪选手竟然开始修车了？果然86难以适应这种高强度的比赛，看来今天的冠军非陈杰选手莫属了。这是熄火了。何勇啊，我说你们是来搞笑的吗？这种货色，你们怎么好意思让他来参加比赛呀？这废物不会是想要自己修车吧？他把赛场当成什么了？目前陈杰选手遥遥领先，和其他赛车的差距越来越大，而林雪选手竟然还在修车。难道林雪选手是为了增加比赛的趣味性而故意扮演小丑？他搞比赛干什么？他不知道现在正在比赛吗？果然啊，这修车工到哪儿都不忘修车。你们宏盛啊，也只剩下这种车手喽。林雪选手重新回到了车上，似乎已经修完车了。不过按照目前的进度，林雪选手已经整整落后了2分钟。2分钟在任何比赛都是相当致命的。看来比赛已经没有任何的悬念了。2分钟，就他这表现，别说引来投资商了，恐怕我们整个俱乐部都要沦为行业的笑柄。已经落后2分钟，看来得加快速度。 2分钟足以决定胜负，别说一个修车工了，就是3冠王来了也追不上。现在比赛已经进入到了关键阶段，陈杰选手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圈，此刻他的身后已经彻底没有其他的赛车了。 2分钟，还有机会。我去，什么东西这么快？他是谁啊？什么时候追上的？陈杰的速度虽然很快，但是到每过一个弯道都会减速。
只要掌握好每个弯道的速度，足以追上落后的2分钟。哇，又是一个漂亮的漂移出弯。可以看到陈杰选手稳操胜券，距离终点只剩下最后2个弯道，只要过了最后2个弯道，陈杰选手就可以终结比赛。陈杰的速度好快啊，马上就要到终点了。混蛋！要不是那个废物非要开这辆破车，也不至于输得这么难看。陈杰已经进入最后一圈了，何勇啊，我看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准备好收购合同吧。还剩30秒，还差最后一个弯道。哎呦，完了！陈杰马上就要到终点了，我们没希望了。一场无聊的比赛，不过如此。就是现在！什么？什么时候？什么？林雪选手追上来了！他竟然追平了落后的2分钟。快看，是林雪，他不是落后了2分钟吗？什么时候追上来的？我去，86硬刚顶级赛车，这怎么可能？他是怎么追上2分钟的？这怎么可能？他明明只是一个修车工，怎么追上2分钟的差距的？整整2分钟啊！这在赛场上可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啊！他究竟是怎么追上来的？原来这林雪这么厉害，奇迹呀！这简直就是奇迹！林雪选手竟然真的追平2分钟的差距，难道他是要和陈杰选手逐鹿冠军吗？林雪现在的速度和陈杰不相上下，我们说不定真的有机会赢啊！你们高兴的也未免太早了吧？你们不会以为他真的赢得了陈杰？一个修车工加上一辆破车，能赢得过陈杰和我100万级的豪车吗？他说的没错，赛车的差距不是技术可以弥补的。在赛车的差距下，林雪很快就会被甩开，绝对没有丝毫胜算。真是精彩的一场比赛呀！ 2位选手距离终点都只剩下最后1个弯道，看来最后的冠军将是会在这最后1个弯道出现。我可是车神弟子，区区一个修车工也配和我争夺冠军？虽然追平了2分钟，但剩下的距离已经不足以完成超越。哎呀，完了！林雪要被甩开了，这马上要进入最后一个弯道了。这最后一个弯道将会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性弯道。如果林雪不能在这最后一个弯道超车，那就彻底没希望了。陈杰可是车神亲传，赢过无数场比赛，单凭对这条赛道的理解，没有人能超越陈杰。看来只能使出那一招了。这最后一个弯道考验的不仅是车技，更是考验车手的胆量。一旦刹车早了，立马就会超车；可但凡晚了丝毫，就会毫不意外的冲出赛道啊！5米，3米，还不够，只有在最极限的距离过我，才有机会超车。1米，到极限了！哼，一个修车工也敢跟我争冠军，你就等着翻车吧！漂亮，不愧是车神弟子。陈杰选手竟然能够在极限距离下踩下刹车进行漂移，能够做到这一步的人可谓是屈指可数啊！一个废物修车工还想靠最后一个弯道超车，这简直是白日做梦！不对，这都到极限距离了，林一雪怎么还不踩刹车？他不要命了吗？什么？林雪选手竟然还在踩油门？还差1点。林雪选手难道不知道他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刹车距离吗？这么快的速度，难道他就不怕车毁人亡吗？陈杰都已经在极限距离入弯了，他不踩刹车，反踩油门，难道他能做得比陈杰还极限？真以为自己是谁？林雪，快踩刹车！这修车工果然就是修车工，连极限距离都把握不好。老何啊，这个速度，他只要敢踩下刹车，车辆必翻！闭嘴吧你！看来冠军已经毫无悬念了，只要陈杰选手出了这个弯，迎接他的将是胜利的高歌。就是现在！什么？林雪竟然在如此极限的状态下完成了超车！这怎么可能？
在这么极限的距离，他是怎么完成过弯的？虎哥，这速度竟然比陈杰还快！不，陈杰刹车虽然踩得很极限，但还不是最极限。林雪这是抓住了这一点，完成了反超。这不可能！陈杰怎么可能会输给一个修车工？这不可能！是啊，赢了！林雪竟然赢了！那个修车工竟然真的赢了！这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！陈杰可是车神弟子，怎么可能会输？太好了，林雪真的赢了！这么大的差距，竟然还能一举夺冠！这样一来，俱乐部就可以重新杀回达尔白江大赛。没错，可恶！明明就差这么一点儿，就这么一点儿，我就能收购洪胜。就别做你的春秋大梦了。我们赢得选拔赛的冠军，就代表着洪胜即将重回车神联盟，参加达尔白江大赛。是又怎么样？哼，就算你们今天侥幸赢了比赛，你们觉得车神会让你们参加达尔拜江大赛吗？你们卑鄙！借助车神铲除异己，毫无体育精神，你们这是在玷污神圣的达尔白江大赛！就是，当年三冠王在的时候，都是大力支持所有俱乐部参加达尔拜江大赛。可你们呢，仗着权势打压那么多俱乐部，导致多少俱乐部破产解散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？强者为尊，车神注定是赛车史上的巅峰之物，你们有什么资格与车神比肩？我们参加达尔拜江大赛是堂堂正正的通过选拔，就算是车神，也不能改变车神联盟定下的规矩。儿子，你不懂，这新任车神权势滔天，他掌握了整个华国所有的赛车比赛，甚至就连车神联盟不少股东也是支持他的。车神要是联合这些股东，说不定真的能强行取消我们的参赛资格。得罪了我，就是得罪了车神。他只要一句话，你们就等着破产吧！爸，车神权势滔天，不是我们何家能够对抗的，我们应该及时止损。就是啊，那都怪林雪，要不是她，我们也不会得罪车神。这怎么能怪林雪？她都是为了我们洪胜才参加比赛的。哥，此一时非彼一时，只要车神一句话，所有和我们何氏合作的合作商都会和我们取消合作。不如趁现在车神还没有怪罪，我们把那个修车工给开了，彻底划清界限。对啊，我同意。少爷，要不是林雪，我们也不会得罪车神。我就说嘛，他就是个祸害。少爷，您当初就不该带他回来。我不同意，林雪她刚刚帮我们赢得比赛，我们不能恩将仇报。不如我们给他一笔钱，他一个修理工，不就是想要这个吗？对啊，这年轻人或许就是我们的救星，若是轻易放他离去，恐怕是俱乐部的损失。不要再说了，林雪有恩于我们，我绝不会开除他的。听说你被一个修车工打败了，师傅，那只是个意外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绝对不会有第二次了。废物！季小姐，这次的事儿其实不怪我们呀。本来呀，我们都快赢了，结果那个何勇不知道从哪儿找了这么一个修车工，打乱了我们的计划。如今华国所有的俱乐部，哪怕是车神联盟那些老东西，也全都以我师父马首是瞻。洪胜油盐不进，我现在就去废他们。哎妈，这洪胜原先就是一家豪强俱乐部，这次又在这选拔赛中大放光彩，说不定会因此死灰复燃呢。我看这个事儿还得季小姐您亲自出马呀。
一个小小的俱乐部也敢跟我作对？你现在去一趟联盟，让联盟那些老家伙取消掉红色的比赛资格。我这就去。有季小姐亲自出马对付他何勇，那岂不是手到擒来？还有件事情要让你去帮我办。当年林一雪隐退之后，他那辆赛车流入了地下世界，你去给我把那辆赛车搞过来。季小姐放心，我一定把那辆车亲自送到你面前。哦，好好好。我说过，你的一切都是我的。我会开着你的赛车，将你曾经的辉煌踩在脚下。干杯！好看吗？这个是我亲自拍的。今天多亏了你。虽然俱乐部还没正式回到车神联盟，可是自从你选拔赛夺冠之后，有许多冠名商都来找我们俱乐部，给我们拉来了好多投资。要是没有你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我运气好。陈杰可是车神的弟子，光靠运气可是没法赢。你说你车技这么好，那之前怎么从没有听说过你？还是说你就是消失已久的三冠王？不是，你认错了。若我现在暴露身份，恐怕会给洪胜带来麻烦。也是，林一雪可是积极向上的王者。我也真是的，你这么沉闷的人，我竟然把你当做他。哎，爸，怎么了？股东会突然决定取消我们的参赛资格。什么？他们竟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！哎呦，那些投资商真的是因为我们能够参加达尔拜江大赛才给我们注资的。要是现在让他们知道我们连达尔拜江大赛都参加不了的话，还不得活活把我们给剥了？是啊，参加不了达尔拜江大赛，可就不是破产那么简单了。我们会被那些投资商恨之入骨的。一定是丁力，又想借此机会打压我们。林雪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爸，你想什么呢？他就是一个修车工，他能有什么办法呀？就是啊，现在是车神联盟的股东想要取消我们的参赛资格，他林雪车技再好，那还能让那些股东改口不成啊？爸，你这确实有点为难林雪。也是，我考虑不周。车神联盟股东会议的话，你们可以考虑一下田野。田野是车神联盟的主席吗？你一个修车工张口就来，田野可是车神联盟的主席，平日里高高在上的，连车神都很少见到他。岂是我们说见就能见到？就是取消我们的参赛资格，那是联盟股东大会的决定，主席有什么用？不对，虽然是股东大会的决定，但是田野身为主席，拥有一票否决权。只要他肯松口，事情说不定真有转机啊！真的？没错。就算田野允许我们参加达尔拜江大赛，也无济于事。预选赛对赛车没有要求，但是达尔拜江大赛可不一样，那可是世界级的赛事。就你这86，恐怕连入场券的资格都没有。倩倩的车呢？修好没有？小姐的车几乎报废，改装用的都是海外进口的昂贵配件，产量极低。就算我们现在预定，都得等到3个月之后。来不及了，1个月之后就是达尔拜江大赛了，就没有什么其他办法了。
车的话，我倒知道一辆。宁雪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哥，你别相信他，他就是一个修车工，开过最好的车就是86，哪懂什么世界级的赛车？就是啊，少爷，你千万别被骗了。林雪，你真的有办法搞到一辆赛车？这车可是参加达尔拜江大赛的。当年他退役的时候，他的赛车流入了地下世界。三冠王的赛车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可以到地下世界买回三冠王曾经的赛车。三冠王的赛车，那价值不可估量，恐怕都上千万了吧？我们哪有那么多钱？当年三冠王退役之后，他的赛车被江城的赵腾龙以2000万买走。天哪，2000万！那么多投资商加起来也才给我们投4000万。龙哥，那不是咱们江城地下世界的皇帝吗？我听说他也喜欢赛车，专门在地下世界修建了一个赛车场，用黑车来比赛。不仅如此，龙哥还是三冠王的铁粉。这赛车要是到他手里，别说2000万，就是4000万也不一定卖。既然有机会，就要试一试。我和林雪先去见一见那个龙哥。好，那我先去见一下联盟主席，希望他给我们一个参赛资格。龙哥，你说你花2000万买这辆破车，就摆在这儿，哎，也不说开出来让大家伙见识见识。你可不清，这可是当年叱咤风云、蝉联3届世界冠军林一雪的座驾。龙哥买的是车吗？是对偶像的崇拜。就这辆车，龙哥看得比媳妇儿都要亲。闭嘴！不要在老子面前提起那个懦夫。哎，自从3年前三冠王输给季璇之后，选择了隐退，龙哥勃然大怒。这辆车与其说是藏品，不如说是龙哥对冠军的缅怀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因爱生恨？真刺激！难怪说这些年想高价买这辆赛车的人都被龙哥挑断脚筋扔出去了。少废话！今晚老规矩，死亡公路100万，跟不跟？难得今晚龙哥有兴趣，我们岂能不作陪啊？我出4000万。你谁呀？啊，能来到这里，想必知道我这地下黑车的规矩。4000万要是少一个子儿，你走不出这场子。江城地下皇帝龙哥的规矩谁不知道啊？放心，4000万一分不少。不过我要的是他。我看你是不想活了，敢来龙哥地盘闹事儿！整个华国没有人敢惹我们龙哥。哼，这车千金不卖。再说了，龙哥是缺钱的人吗？这辆车是三冠王蝉联3年的冠军赛车，别说4000万了，8000万也不卖。哼，都什么年代的老古董了，现在是车神时代。这辆赛车是车神指明要的，我劝龙哥不要跟车神作对。哼，你在威胁我？在这江城乃至整个华国，还没人敢威胁我赵腾龙。龙哥，你在这个地下世界只手遮天不假，可那都是见不得光的东西。而车神，那可是站在世界之巅的人物，哪怕是曾经辉煌一时的三冠王，也是他的手下败将。季璇不过也是一个下三滥的卑鄙小人罢了，和曾经那一位相比，屁都不是。成王败寇自古有之，三冠王的时代已经落幕了。你说你还留着这破烂古董干什么？有什么意义吗？当然有意义。哼，何浩明，你来干什么？
龙哥，我是鸿盛俱乐部的何浩明，我们此次前来，实不相瞒，也是为了这辆赛车而。得，又来一对送死的。看来龙哥太久没有出面，这些人都不知道谁才是地下皇帝。你们猜龙哥会怎么处置他们？这俩男的估计得躺着出去。至于那个女的，哼，她有几分姿色，说不定龙哥要留下来好好玩一玩。好啊！哼，今天还是个好日子啊！什么阿猫阿狗都敢到我的地盘上撒野！来人，给我先把他们的脚筋挑断！是赵头龙，你敢？我是车神的人。龙哥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们买这辆车是为了参加达尔拜江比赛，难道你希望3连冠的座驾一直蒙尘吗？真能吹！鸿盛不就是一个快破产的俱乐部吗？还能参加达尔拜江大赛啊？我记得他们连车手都没有，该不会这个小美女就是参加达尔拜江大赛的选手吧？弟弟，你该不会是让这个小娘们给骗了吧？听哥的，该干嘛干嘛去。你是龙哥，这什么情况？难道他认识这小美女？不对呀，我们跟龙哥混了这么久，他认识的，我们怎么可能不认识？你想参加达尔拜江大赛？龙哥，你不要被这小子骗了。我告诉你，这女的不过就是个低贱的修车工，她连参加达尔拜江大赛的资格都没有。我说这女的行头怎么跟我家修车工这么像？原来还真是一个修车工。修车工？何浩明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你把一个修车工带到龙哥的地盘来闹事儿，龙哥把你废了都是轻的。我们不是来闹事的。龙哥，是林雪想要参加达尔拜江大赛，所以才希望龙哥割爱，将这辆车卖给我。就这丫的，怎么看都不像是赛车的料，还想参加达尔拜江大赛？就是，为了骗车编造这么烂的借口。知道这辆车多少钱吗？他出4000万，你们出多少？这不会吧？不会连4000万都拿不出来，还想要买车？我看你们是来找茬的吧？龙哥，请您相信我们的诚意，只要您能把车卖给我，价格方面我会尽量让您满意。何浩明，我该说你是愚蠢呢，还是幼稚呢？哼，你们要比钱多，你比我钱多吗？哦，我听说啊，你们鸿盛连参加达尔拜江大赛的资格都没有吧？那你还在这做什么白日梦？除非他今天晚上陪我可以考虑让车神联盟恢复你们参赛的资格。做梦！是绝不会让你得逞的。那你就等着破产吧！都给我闭嘴！想要这车可以，但是你必须跟我比一场。赢了，车你开走；输了，他开走。我没看错吧？龙哥居然把这辆车当做赌注？是啊，龙哥当时可是花了2000万买下来这个车，平时比亲媳妇还亲，今天居然拿出来当赌注。这好，既然龙哥这么爽快，那我也添点彩头。这4000万算我买龙哥赢。赵腾龙地下车房的名头在地下世界响当当，那个修车工绝对不是他的对手。到时候不仅可以不花1分1毫就得到赛车，还可以趁机大赚一笔。林雪，要不算了，黑车比赛没有任何规则，稍有不慎便有性命之忧。好，我跟你比。好，我来说一下比赛规则。这条路叫做死亡公路，全长50公里，道路崎岖且狭窄，并且没有任何防护。每年从这条公路翻下山崖的赛车手不计其数。在这里没有任何规则，全程都有摄像头跟拍，
率先抵达终点并且返程者获胜，明白了吗？你的赛车呢？等等，我没看错吧？这是86，垃圾中的垃圾，菜鸡中的战斗机86，还真是86，这丫头疯了吧？拿这辆破车还想跟龙哥比赛？你就打算用这辆车跟我比啊？丫头，我劝你最好换一辆啊！龙哥这辆兰博基尼可是全球限量的，价值本身就有600万，再加上改装已经上千万了。你这辆破车有10万块钱，不到10万块钱的改装车也想跟价值1000万的兰博基尼比？你以为你是龙哥的偶像3冠王啊？就这辆车，比不比？龙哥，这小丫头骗子自己找死，干嘛劝她呀？好，我跟你比。一切以小心为主，实在不行，我们再想其他办法。知道了。预备！奇怪，怎么感觉今天龙哥超常发挥啊？这车速恐怕都超过150码了。就这速度，那个修车工怕是追不上喽。我看你呀，还是准备给那个小丫头片子收尸吧。一个连顶级赛车都没摸过的维修工啊，还敢轻易踏上这死亡之路？没错，这条路之所以被称为死亡公路，除了没有任何防护以外，道路更是崎岖，再加上天黑，对于不熟悉路况的车手来说，根本不知道下一个弯道会发生什么。每年都有不少车手想要挑战死亡公路，最后都因为不熟悉路况而出意外。也就只有龙哥，这公路跑了数百遍，每一个弯道情况都了如指掌，即便是天黑也能跑得得心应手。林雪一定会赢的。马上就要到第一个弯道了，漂亮，不愧是龙哥，第一个弯道这么顺利就冲了过去。要是换到那个修车工，哎呦，怕是要撞到围栏上去喽。不对呀，这都快到弯道了，那修车工还不减速？我靠，这丫头疯了吧？还想直接冲出围栏吗？林雪会减速啊！这丫头八成以为是赛道呢。嗨，围栏外面不是紧急车道，而是悬崖。又来个找死的，这个愣头青怕是要死在这儿喽。我靠，好漂亮的漂移！这技术真是个修车工，这操作连龙哥都做不到。这丫头不会真的赢龙哥吧？不可能，龙哥那可是价值7万的兰博基尼，就凭这样的破车，要能赢，我直接把枪吃了我。哎，我枪呢？我枪呢？这修车工怎么这么熟悉路况？我靠，什么东西飞过去了？86路超兰博基尼啊！这不可能，这哪怕是最老练的车手，也不可能如此轻易的横穿公路。小点声！他到底是谁？
我尼玛，这是86，这他妈是飞机飞得太低了吧？漂亮！林雪率先抵达终点了，这就开始返程了？不是我龙哥距离终点都还一大截呢，我不是帅哥，这种大神你们就让他当一个修车工？谁说他是修车工了？他是我们的赛车手，一个真正的赛车手。这就赢了？林雪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赢。这不可能！啊，你一定是偷偷的扮成返回了，是不是？不然怎么可能这么快？龙哥，我输了。龙哥竟然输了，堂堂兰博基尼竟然输给辆86，说出去谁会信呢？喏，吃吧。哎呀，这肚子疼。哎呦 ，check。当年你为什么选择退役？谁说我退役了？我只是休息了几年。车归你了。准确来说，应该是物归原主。龙哥，你真的愿意把车让给我们？那这价格，钱他已经帮你们出了。赵成龙，车是车神要的，车神要是知道了你把车给他，哼，不会放过你。干什么？把他的双腿打断，丢到路上去。哎，你敢打我？嘿，不痛了。哎，你们要干什么？我是车神的人！哎呀，车神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回去告诉季璇，我回来了。他夺走的一切，是时候该物归原主了。哎，对了，龙哥刚才跟你说什么物归原主？没什么。大神，把这辆86卖给我吧，我出100万，哦不，200万，不为别的，单纯喜欢。200万啊，车归你了。一言为定。来，这卡里刚好有200万，拿着。我的了。嘿，哈哈哈哈，看见了吗？我有了这辆车，我以后也是大神了。这个车，嘿嘿。傻帽，傻帽，你以为谁开86都是大神呐？傻帽，200万买个车架子，车是你弄坏的，不关我们的事。哎，先走了。不是，哎，你等会儿。哎，我们也该走了。龙哥，我们去哪儿啊？达尔拜疆大赛，曾经的女王回来了。哎，龙哥怎么了？一天到晚说一些奇怪的话。我知道，有我200万重要吗？哎呀，也不知道少爷那边怎么样了，有没有拿到车？这么久，谁不知道龙哥是他三冠王林一雪的铁杆粉？这可是三冠王的赛车，除非他本人亲自出现，否则谁也别想拿到这辆车。这我听说，那龙哥可是出了名的选择啊！这少爷一去，不会有什么意外吧？林雪那个废物死了就死了，要是他敢拖累我哥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。哎，少爷他们过了这么久还没回来，不会真出什么事儿了吧？这该死的修车工，找死还要拖累我哥！你们赶快去备份厚礼，我们立马去找龙哥。哎，我这就去。哎，少爷，你们回来了！哇塞，这就是传说中三冠王的赛车吗？少爷，你们怎么办到的？
这些啊，都是林雪的功劳。不过是运气好罢了。现在赛车也有了，接下来就等我爸那边的结果了。哎，爸，怎么样？拿到参赛名额了吗？我没能见到田野。啊？怎么会这样？少爷好不容易才拿到赛车，就这么白费了？我早就说过，田野可是车神联盟的主席，岂是我们想见就能见的？那怎么办？难道就这样束手无策了吗？唉，或许老天爷真的是要亡我们了。林雪，你有什么办法？要不让我去试试？我爸可是俱乐部的老板，他去了都没有用，你一个修车工去了，能有什么用？林雪，你真的有办法？试试呗，万一成功了呢？有道理，这辆车也是多亏了林雪才能得到，说不定主席看到林雪的天赋后会改变主意。那这一切都交给你们了。我爸去了都没有用，我就不相信主席会为了你一个修车工对抗整个股东，哼，还真当自己是三冠王了。原来是你。哎呀，季小姐，那个什么赵腾龙绝对不能轻易放过他。这哪里打的是我，他打的是你的脸呐！啊，对，还有那个什么破修理工，他就莫名其妙说什么物归原主。我去，你说他现在成了个修理工？哦，对，季小姐，我跟你说，那修理工还真他妈有点本事。连地下赛车皇帝赵腾龙都不是他对手。哦对，不过你放心，他们呀已经被取消了参赛资格，就算是赢得赛车，那也绝对参加不了达尔拜疆大赛的。不，如果是他的话，那个老不死的一定会出面。这样，你现在立刻去一趟车神联盟，不惜一切代价，绝不能让他们恢复比赛资格。季小姐放心，我这次一定让你满意。林一雪呀，林一雪，你究竟在哪儿？自从你不在以后，达尔拜疆大赛彻底成为了季璇维护权力的工具，哪怕是我身为联盟主席，也坚持不了多久了。主席，何家大少爷求见。他老子不是刚走吗？怎么他又来了？不见。何家大少爷说他带了一个人，希望您见一见。不见。他们来能有什么目的？无非就是想让我给他们恢复名额。近几年，联盟股东有不少倒向了季璇，如今林一雪未归，我不可能为了他们跟整个股东大会作对呀。那我现在就去回绝他。等等，这些年我让你寻找林一雪的下落，有消息了吗？这些年我们一直动用所有的力量寻找林一雪小姐，但是始终没有消息。罢了，这几日吵吵闹闹没完没了，我得出去清静几天。林雪，你说主席会见我们吗？应该会吧。希望我们没有白来一趟。看来你们要白来一趟了。怎么哪都有你？嗨，众所周知，这田野那是出了名的固执啊！你说你们红生这么一个小俱乐部，也配他为你们出面？不需要你来操心。哎呀，小何，你与其去求那老固执，你不如来求求我呀！哎，兴许我一高兴，你们就能参加达尔拜疆大赛。这里是车神联盟，一切事务由田主席说了算，与你何干？不，这可由不得他。这老东西现在是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。我看你腿是不是打轻了？切！
哎呀，这联盟真是现在什么猫狗都混得进来呀！哼，保安，给我把这些人轰出去！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主席，这联盟混进来几只老鼠，我呢正在帮你清理垃圾呀。你来做什么？告诉季璇，我这里不欢迎他的人。你个老东西，这就不是惩罚就？哼，我这次来呢，那自然是领了季小姐之命。季小姐说了，田主席呢这些年为联盟操碎了心，特意让我过来跟您说，让您早日退休。不可能，季璇现在已经把手伸到我这个位置，老夫退不退休与他何干？你们若是再敢出言不逊，我现在就叫保安把你们赶出去。主席，你好，我是鸿盛俱乐部何浩明。我们俱乐部有一个非常优秀的赛车手，想要参加达尔拜江大赛，希望您可以给他一个机会。何家小子，回去吧。想要参加达尔拜江大赛的俱乐部这么多，我若是开了这个口子，岂不是有失公允啊？主席，我们不是为了一己私利，要不您先见见车手本人再说。任何人我都不会见。你们若是再纠缠不清，那么我们将考虑将你们鸿盛封赛。主席，不要再说了。我早就说过，只要田主席不开口，你们鸿盛连参加达尔拜江大赛的资格都没有。老头儿，你既然不把名额给人家，你就把他们轰走啊！兴许季小姐一高兴，你这个主席还能再干几年呢。你在威胁我吧？是又怎样？老夫这联盟主席做了30年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。回去告诉季璇，她一个黄毛丫头还没有资格在我面前指手画脚。哎，这可由不得你。老头儿，季小姐早就联合了各个联盟的股东，只要季小姐一句话，你这个主席随时就给你废了。什么？短短几年，他竟然掌握了这么大的力量？哎呀，我知道，你之所以守在这个位置上，就是等着林一雪复出嘛。但是你也要搞清楚形势，华国乃至整个全世界，都只能有季小姐一个车神。哼，他季璇也不过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罢了。当年若非林一雪力荐，他连参加达尔拜江大赛的资格都没有。时过境迁，人总得往高处走。谁敢拦季小姐，最好先想清楚后果。季璇，他不配。老头儿，你活腻了！让季璇有什么手段，尽管放马过来，我倒要看看季璇能拿老夫如何呀！主席，您三思啊！好，你个老不死的，我这就通知季小姐，让季小姐现在就废了你这个主席的资格。田主席，何必跟一个小人斤斤计较呢？是。主席，这位就是我们俱乐部最优秀的车手。是你要参加达尔拜江大赛吗？好，我将名额给你。主席，您说的是真的吗？老夫一个唾沫一个钉，只有他才有资格参加达尔拜江大赛，扬我华国国威。谢谢啊，主席，您放心，我们不会让您失望的。老东西，你老糊涂了！你为了一个修车工，你和整个股东大会作对，还轮不到你在这里指手画脚。老东西，你给我想清楚了，现在还是你说了算吗？什么？这里是车神联盟，老夫是联盟主席，你有什么资格教我做事？你敢打我是吧？好，你们愣干什么？给我把他轰出去！我还没退休呢。你们眼里如果还有我这个主席的话，就把这个东西给我扔出去。你以为他不会听你的呀？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给我放下！放下！感谢主席。
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，我们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何先生，我想单独跟他谈谈，行吗？小林啊，这些年你究竟去哪儿了？我还以为你真的打算退役了呢。我只是休息了一段时间。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当年季璇动了我的赛车，还害死了我爸。什么？本以为他只是野心大，没想到他竟然如此的丧尽天良。当年要不是你爸收留了他，他早就饿死在街头了。自从他当上了车神以后，几乎掌控了国内所有的赛车比赛，凡是反对他的人，不是破产就是消失啊！他所做的这一切，不过就是为了他的车神地位不被动摇。他不允许任何人比他优秀。不错，现在他已经把手伸到我这里来了。小林啊，现在只有你能够阻止他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办到。我这次回来，不仅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，还要替我爸报仇。好，这是达尔拜疆大赛的报名表，从一开始它就属于你。去吧，以你的天赋，世界才是你的舞台。谢谢。哎，何总，你说他们这次能行吗？这段时间憋死我了。哎，小姐你慢点儿，你这伤才刚好。一点小伤早就好啦。也不知道浩明他们情况怎么样。这还用想吗？肯定是被主席赶回来了。你们去都没有用，他们去能有什么用啊？就是，虽然不知道林雪是怎么从龙哥那里得到赛车的，但是主席是出了名的固执，除非林雪就是那个3冠王。林雪她就是一个修车工，她要是3冠王，我就把鞋底儿这不可能的事儿啊！爸，我们回来了。爸，我们回来了。你们终于回来了，情况怎么样？这还用问吗？看他们这个样子，肯定是被主席赶回来了。没事儿，实在不行，我们再想想办法吧。爸，我们拿到名额了。什么？你们拿到名额了？何总亲自出马都没能拿到的名额，少爷，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呀？当然是真的，这是参赛表，主席已经同意我参加达尔拜疆大赛了。不愧是我的儿子，现在我们都有救了。对呀，对呀。哎，真的是达尔拜疆大赛的报名表，太好了，我可以参加达尔拜疆大赛了。倩倩小姐，你也要参加达尔拜疆大赛啊？这不是给林雪的报名表吗？什么是他的？这是主席给咱们俱乐部的名额。请问洪胜，还有谁比我更适合参加达尔拜疆大赛呢？可是，小姐，你的伤没问题吧？一点小伤，早就好了。倩倩，你太过分了！这是主席给林雪的参赛表，你怎么能随便抢她的资格？主席有指名道姓说是林雪的吗？林雪就是我们家的一个修车工，她的一切都是我们给的。我拿她一个名额，怎么了？倩倩，这毕竟是林雪拿到的名额。爸，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难道不想让我参加达尔拜疆大赛，扬名立万，带领我们何家飞黄腾达吗？爸，就这么说定了，这个达尔拜疆大赛我一定要参加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大二神已经从老头那儿拿到参加达尔拜疆大赛的资格。不是吧？我听说那老头可是出了名的固执，大神竟然能让他松口，不愧是大神。哎，不过我听说何家的那个小闺女把大神的比赛资格给抢了，准备自己去参加比赛。我去，这么不要脸！哎，你们3个去给我办件事。龙哥，什么事儿？去把那个何倩给我教训。去他的车神，去他的3冠王！等我参加了达尔拜疆大赛，我一定要让你们知道我何家大小姐的厉害！你们是谁？
轻点儿，他可是大神的小姨子，别给打坏了。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让开！什么档次？敢跟大神抢比赛资格？你们别让我在这。哎呀，倩倩，你这是又怎么了？哎呦，少爷，小姐昨天莫名其妙被人给打了。这究竟是谁干的？不知道啊。小姐这伤，达尔白江大赛估计是参加不了了。一群混蛋！要是被我抓到是谁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们的。既然倩倩又受伤了，那这达尔拜江大赛还是继续由林雪参加吧。爸，这个是达尔拜江大赛，我好不容易争取到的机会。哥，你替我求求情啊！倩倩，你就好好养伤吧。达尔拜江大赛就让林雪替你参加吧。啊，你们，行了。欢迎大家来到达尔拜江大赛，这里是举世闻名的魔鬼赛道，这里到处充满着沙砾，全长109公里，且紧靠悬崖，有无数的弯道。这不仅是对赛车的考验，更是对赛车手车技的考验。那么究竟是谁能够最先登顶？这就是达尔拜江大赛啊！赛车史上这次的达尔拜江大赛和以往的考验，让我们是由世界联赛共同举办。为了这次的达尔拜江大赛，那是筹备了足足3年，比赛也从传统比赛改为了拉力赛。参加达尔拜江大赛的都是来自各国的精英，每个车手的车技都不在车神之下。今天的比赛将会是一场硬战。林雪，我相信你一定行的。达尔拜江大赛得到这一切殊荣的人应该是我。没想到你们还真敢来参加达尔拜江大赛啊！想来那个死老头子竟然真的把参赛资格给了你们。主席他老人家高瞻远瞩，像你这种心胸狭隘的小人是不能测量的。你这个牙尖嘴利的臭小子，你是不是以为参加比赛很简单？我告诉你，能参加达尔拜江大赛的个个都是世界级的顶尖选手，而他一个小小的修理工参加达尔拜江大赛，恐怕是来送死的。哼，这就不需要你操心了，我们都相信林雪。还有，我要纠正一点，林雪现在已经正式被聘请为红胜的车手，是一名真正的赛车手，而不是你们口中的修车工。说得好，季小姐。车神，他就是车神本尊，我以前只在电视上见到过。但车神怎么会来我们这儿？别忘了，丁力早就投靠了车神，看来这次是来者不善。季小姐，你怎么过来了？让一个修车工来参加达尔拜江大赛，不仅是玷污了这一举世瞩目的世界赛事，更是让各国赛车手被羞辱。哼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！季小姐，虽然您贵为车神，但林雪是我们红胜的赛车手，没有人有资格教训。若论这世上唯一有资格教训他的人，那就只剩下我了。你说对吗，我亲爱的姐姐？啊！这什么？姐姐？这怎么可能啊！林雪居然是车神的姐姐。季小姐，你没说错吧？这破修理工是你姐姐啊？车神的姐姐怎么会在我们家当一个修车工啊？对啊，当年少爷捡到她的时候，她可是无家可归，差点饿死在街头啊！不对，听传闻说，车神季璇和三冠王林雪是一对亲姐妹。如果说林雪是季小姐的姐姐，那林雪就是三冠王。他难怪林雪对赛车这么了解，原来他就是那个三冠王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
传说中蝉联3届达尔拜江大赛冠军的三冠王，竟然是我们一直瞧不起的修车工。这不可能！林雪怎么可能是三冠王？你看他浑身上下哪有三冠王的气质？难怪龙哥和主席这么看重他。林雪，林一雪，你真的是三冠王林一雪吗？很抱歉，瞒了你这么久。啊，没事，我就知道你总会回来的。从一个高高在上的赛车王者，沦落为一个人人都瞧不起的修车工，是什么感受啊，姐姐？这是你我之间的恩怨，跟他们没关系。看起来这对姐妹的关系不怎么样，傻子都能看出。本来以为是一门双杰，没想到是姐妹反目啊。我说过，我会夺走你的一切，得不到的，我就将他们彻底毁掉。你瞧瞧你，没有了王者的光环，谁还在乎过你？还有我，何浩明，你不要以为你现在是一个什么小小的冠名商，你就敢跟季小姐作对？我告诉你，只要季小姐一句话，马上取消你们整个何家的冠名商资格。哼，那我就给你们一个机会，我会在这次达尔拜江大赛上，将你们所谓的希望彻底粉碎。季小姐，你未免太高看他们了，他们恐怕连达尔拜江大赛都参加不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们该不会连领航员都没有吧？看来我还真是高看你们。哎呦，完了完了，我们这一时半会儿上哪儿去找领航员啊？哎，这没有领航员，我们就参加不了比赛，那我们岂不是白来了吗？要是倩倩没受伤，或许还有机会。我来当林雪的领航员。你看，那是华国选手，华国人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喜欢窝里斗。看他们这意思，好像是派出魏主公来参加比赛。我的天，达尔拜江这么神圣的比赛，居然让这么肮脏的人参赛，简直丢了我们高丽国人的脸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让一个草包当领航员。看来华国是真的没人了，居然让一个小白来参加这么危险的比赛。华国的女人虽然跋扈，但他们的男人很帅。等我拿下达尔拜江的冠军，我要把那个男人叫过来好好玩一玩。华国的男人天生就该臣服于我们高丽国人。浩明，你真的愿意和林一雪一起参赛吗？爸，放心吧，有林一雪在，不会有事。恐怕你们是有命参加，没命回来。我告诉你，臭小子，达尔拜江大赛之所以选择这条魔鬼赛道，就是因为这条赛道的难度极高。对于一个不熟悉路况的车手而言，恐怕开不了多久就得翻车。也只有像季小姐这样的顶级车手，才能够驾驭这条赛道。3年来，这条赛道我练习了不下上百次。每一条路，每一个弯道，我都了如指掌。你拿什么跟我斗？试试不就知道。哼，你还是一如既往的狂妄。这次我就要看看你是怎么翻车的。比赛快开始了，先进去吧。希望你我一起拿下达尔拜江大赛的冠军。名扬东森，那个修车工不足为虑，倒是那个华国的车神有点难对付，小心为上。放心吧，达尔拜江的荣耀一定属于我们高丽国人的。林一雪，我们会赢吗？行，会的。我相信你。
他到底行不行啊？好不过车神也就算了，怎么还被高丽国选手甩在身后？他应该是想稳中取胜，这是一条沙砾赛道，在不熟悉路况的情况下贸然加速，恐怕会翻车。师傅，高丽国选手咬得很紧，不过没有发现林一雪的赛车。看来退役这几年，他本事也丢了。至于高丽国人，他们追不上。该死！华国的选手果然不容小觑，就差一点。温住，明阳东散，着急会超过他。后面什么情况？是花国那个修车工。还是笨！一个修车工也配跟在我们高丽国人的后面，耻辱！明阳东散，先解决掉他。好，看我把他逼出赛道！怎么了？没事。你专心开车，前面是高丽国选手的赛车。哎呀，卑鄙的高丽国人竟然别少爷的车！要不是林一雪反应快，都快别出赛道了。这上面全是悬崖峭壁，要是被别出赛道，恐怕是车毁人亡啊！就是这群该死的高丽国人竟然玩阴的！哼，分明是技术不行啊！看来曾经的三冠王也不过如此嘛。林一雪不会真的不行吧？哎，这分明是高丽国人欺人太甚！哼，他要是真有本事，那怎么不一开始冲到最前面去？看来达尔拜江大赛的冠军非季小姐莫属了。高丽国人太卑鄙了，明显就是想让我们冲出赛道。老是这么憋着也不是办法，一定要想个法子超过他。坐稳了。你要干什么？这个修车工倒是有些本事。哼，不过是运气吧。前面就是第一个弯道，明阳东散，把他摔下去。不用你说，我也知道。怎么回事？这不可能！他什么时候追上来的？是吧？他疯了吗？明阳东散，快下车！马上就是弯道了，我们会冲下悬崖的。是吧？是吧？刹不住，刹不住！林雪，你在做什么？冷静，冷静！前面就是弯道了，再冲下去会坠下悬崖的。不是，他不要命了吗？这马上就要弯道了，他这个时候不减速，是准备冲下山崖吗？果然是个疯子！哎，他这准备跟高丽国选手同归于尽呢！林一雪，刹车呀，快刹车呀！师傅，林一雪和高丽国选手僵持在一起，只怕是要同归于尽了。明阳东散，刹车，快刹车！刹不住，是吧？林一雪怎么还不刹车呀？难道他真的准备跟高丽国选手一起冲下悬崖吗？不，林一雪不是这么冲动的人，或许他还有办法。这还能有什么办法？这马上就是弯道了，要再不减速，这剩下的距离根本就不够他超车的。这么极限的操作，就算车神也做不到。你别泼冷水了。哎呀，同归于尽也好，省得季小姐亲自对付他。林一雪，快刹车！到弯道了。抓我了！可恶的华国人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的！我操，这也行？不，这么精准的计算，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呀？他简直就是不要命了！这么极限的过弯，稍有不慎就会和高丽国人一个下场。不愧是赛车史上最有天赋的三冠王啊！这赛车全凭一股狠劲儿。切，就算摆平了高丽国选手又如何？
不过是运气好罢了。如果这算是运气的话，那你自己怎么不去试试啊？小子，我告诉你，赛车场上还是实力为尊。季小姐本来就遥遥领先，她这么一耽误，季小姐早就落她好大一段距离了。师傅，高丽国选手已经翻车，看来林一雪的确不好对付。一群废物吧，不过倒是帮我拖延了不少时间，起码领先了一大段距离。也是，距离终点还有多远？前面就是最复杂的山路了，过着这段山路就是最后的10公里直线冲刺。我还以为我要死了。我们已经落后太远了，必须加速。我现在下车还来得及吗？救命啊！哎呀，这未免也被甩得太远了吧？是啊，就这个距离，就是神仙来了也赶不上了。哎呀，看来也就到此为止了嘛。难道真的一点希望也没有吗？而且前方马上就是最复杂的山路，这段山路几乎全是弯道，并且没有保护措施。想要安全过弯，就必须减速。可一旦减速，单凭这巨大的差距，就已经没希望了。哎，季小姐，季小姐已经进入山路了。车神的技术果然是深不可测，这么复杂的山路都能如履平地。这段山路，季小姐早就开过上百遍，她对每一个弯道都了如指掌。她一个修车工，岂是她能比的？哼！完了，彻底没希望了，这下。前面就是山路了，这段山路很复杂，几乎全是弯道，必须减速才能过去。知道了。不是让你减速吗？你这速度过不了的。过得了。过不了！啊！我要下车！这马上就要进入弯道了，林一雪怎么还不减速？难道他打算靠山路超车？不可能吧！他这速度，别说过弯了，连车子的平衡都维持不了。哎呀，怎么超车？疯了！这丫头彻底疯了，还想靠这段山路超车？这么复杂的山路，连季小姐都要减速，这丫头非但不减速，还想加速过弯，这他妈跟找死有什么区别啊？哎呀，完了！你快减速啊！我们被甩得太远了，只有前面这一段弯路才是唯一的机会。那也不用找死啊！哎，我操！这，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死亡漂移？对，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虽然速度很快，但是每一个漂移都是无比的精准，能做到这一步的，恐怕也只有他一个人了。难道林一雪真的打算靠这段山路超车？这怎么可能？他怎么这么厉害？这段山路翻过的车不计其数，他绝对活不下来。哎，快看，这林一雪马上就追上车神的车了。我还没死，你究竟是怎么办到的？速了。真的追上了！追上来了！他究竟是怎么办到的？什么？难道他是打算靠这段山路超车？这种连续弯道，别人减速都来不及呢，结果他竟然着急往上赶。看来是我小瞧了他。师傅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可能会被追上。慌什么？前面就是最后一个弯道，只要出了这个弯道，
就是最后的10公里冲刺，达尔拜江大赛的冠军将会是我。啊！加油啊！加速，加速！哇！真的追上了！这么大的差距都追上了，李雪的速度未免也太快了。就是啊，按照这样的速度，或许真的能完成超车。你们高兴的未免也太早了。就算他追上来了又如何？季小姐已经走出山路了，接下来的路程就是最后10公里无障碍冲刺。这最后10公里的冲刺，比拼的不是车技，而是赛车。赛车的性能决定着最后的胜负。季小姐的赛车全部都是由最顶尖的配件改造而成，是这个世界上最快的车。告诉你，只要出了山路，季小姐便没有丝毫的顾忌。这场比赛的冠军已经是季小姐的囊中之物了。林一雪的赛车虽然也是顶级赛车，但是跟车神的赛车比起来，还是差了点意思。师傅，我们已经来到最后的10公里冲刺了。林一雪的赛车远远不如我们，现在只要持续加油，就能冲过终点。没想到竟然真的追上了，可惜还差一点。还没结束，唯一的山路我们已经错过了，接下来的10公里冲刺，靠的已经不是技术，而是赛车的性能和耐速。季璇的赛车比我们好太多了，我们追不上了。未必。我去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这是改装的赛车吗？这怕不是改装的飞机啊！哎，不会吧？好快的速度，这比车神的速度还快！这赛车后还能这么改装？传说中的3冠王果然不能以常理看待。这丫头开这么快，也不怕飞上天？哎，快看，快追上了！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怎么这么快？他从哪儿搞来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？这还是赛车吗？我们恐怕会被超的。休想！还差一点儿！追！快，加油！林雪，太快了！甩不开呀，师傅，快要被超了！闭嘴！我才是世界的车神，冠军只能是我的。加油啊！冲啊！加油！耶！超车了！超车了！超车了！耶！超车了！超车了！他真的办到了！耶！这不可能！这怎么可能？现在距离终点不足公里，照这个速度，很快就可以冲线。哎，何总啊，这林一雪马上就要赢了，你不应该高兴吗？这马上就到终点了，林一雪怎么还不手油？对啊，我记得终点前后的2公里是没有任何护栏的悬崖，林一雪要是以这个速度冲过终点，肯定会冲下悬崖的。没错。这是最后的10公里，与其说考验赛车，更不如说考验车手的胆量以及控油能力。终究还是太自负了，暂时领先了又如何？接下来的路程，他必须手油。虽然终点到悬崖的距离预留了2公里的刹车距离，但照这个速度，他根本就刹不住。只要他敢以这个速度冲过终点，那就等着冲下悬崖吧。可是现在手油，林一雪肯定会被超车，那不同样还是输吗？这就是最后10公里的真正考验，生死一线如何选择，全在车手的一念之间。
赢不了，师傅。闭嘴！不可能，我绝不会输。师傅，快烧油！现在距离终点已经不足5公里，继续给油的话，我们会冲下悬崖的。闭嘴！我绝不会输。林一雪，快收油！现在距离终点已经不足5公里了，再不收油，我们会冲下悬崖的。不能收。什么？你还加速？哎，林一雪怎么还不减速啊？哎，季轩也加速了。一旦林一雪现在减速，立马就会被追上。他们都疯了吗？为了赢，连命都不要了？不能再加速了，我们会死的。师傅，真的要来不及了，快烧油吧！师傅，2公里了。可恶！赢了！达尔白酱大赛真的赢了！不可能，季小姐怎么可能会输？不好啊！林雪要追崖了！啊！我们要死了！哎呀，完了，这下肯定死定了，马上要坠崖了！完了，根本就刹不住，简直就是自寻死路！这么短的距离还敢全速冲刺，他不死谁死啊？林雪，我们要死了吗？啊！哎呀，少爷，你死得好惨呐！至少他向全世界证明了自己。愚蠢至极！为了一个冠军，白白的葬送了自己的性命，简直就是愚不可及！哼，像你这种唯利是图的小人，永远都不会懂这场比赛究竟意味着什么。这是他对自己的一个交代，也是对他父亲的一个交代。切！奇迹！这简直就是奇迹！让我们恭喜林一雪小姐夺得了达尔拜疆大赛的冠军。她是唯一一个征服死亡赛道的车手，是当之无愧的王者呀！赢了！好！怎么可能？走！车神！不准喊！你们这错人了！善恶终有报。真不敢想象，我居然还活着！少爷，你没事吧？没。不可能，我才是车神，我怎么会输？季轩，你被权力和欲望蒙蔽了双眼，永远不知道车神2字有多么沉重。那还不都是你害的？要不是你爸偏心，我至于到这个地步。那你知道爸为什么会出车祸吗？那是因为他咎由自取。那是因为那天是你生日，爸是因为去给你买生日蛋糕才会出车祸。他从来都没有把你当外人。干什么？我是车神，你们敢抓我？季雪，我已经把你的所作所为和害死爸的证据交给了执法人员，等待你的将会是法律的制裁。
你就去监狱，慢慢跟爸忏悔。李一雪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，李一雪。林一雪小姐，此次赢得达尔拜江大赛的冠军，请问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回来了。